刘星家到底有多大？我很好奇。通过剧情画面不难推断出有3间卧室、1间书房、2个卫生间，开放式厨房以及餐厅客厅，标准的式2厅2卫的大户型。正门通过一个较小的玄关区域和客厅相连，客厅右侧为餐厅与厨房，向里走的区域由一个书架墙隔开，左边是小雪的卧室，右边是家里的公共卫生间。走廊正对面是刘星小雨的卧室，向右拐是刘梅、夏东海卧室与书房。卧室开门对着墙壁，可以确定位于这段走廊的左侧。由此我们画出了房子的大体布局。下一步计算每个房间的面积。首先是刘梅、夏东海的主卧，门口开关为正方形。家用开关的规格主要有120系列、118系列、86系列，其中86系列是唯一的方形尺寸，且应用最广。由此可以确定开关的长宽均为8.6厘米，所以墙纸条纹宽度为5.21厘米，并算出门板和门框的宽度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数条纹，选取合适的画面，可以轻松算出来这5面墙的宽度，画出对应的户型图。主卧的面积为5.17x加上27.8平方米。同样的开关参考系还可以用在书房，画出透视线，可得条纹宽度和柜子高度，再以它们为参考系。这3面墙的宽度也出来了。书房实际面积为3.81外加4.19平方米。看到这里，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，你这个老有个未知数也不行啊？那么这就是最开始确定房间布局的目的了。书房紧邻卫生间，这条边在书房没有完整视角，我们可以通过卫生间算出来。截取夏东海在卫生间思考人生的画面，马桶盖规格一般为34到39厘米，取常见的36厘米为参考系，可以计算出墙壁瓷砖小格子的大小，很轻松算出来卫生间的长宽数据。而这条边与书房相对，所以刚才的 y 等于2.85米。由此我们知道了主卧、书房、卫生间的数据。镜头转到餐厅，刘星这顿饭的饮料是果粒橙，还有红酒、橙汁、可乐和啤酒。好家伙，光果汁就安排了3种，再加上有下蟹鱼肉的8菜1汤，啥也不说了，我能去你家吃饭吗？就1勺。这种细长型的软装饮料高度为13厘米，描出同一进深的地砖线长，算出地砖宽度为22.26厘米，延伸地砖线长到架子的位置，根据对称可以算出架子宽度为1.3米，于是窗户有2.13米。客厅正面就是开放式厨房，500毫升的洗洁精品质规格比较统一，于是我自己买了个类似款，除去瓶盖的颜色不是绿色，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。测量高度为24厘米，通过玻璃板的过渡解决透视的问题，可得大瓷砖的尺寸。继续数格子，算出厨房2面墙的宽度，所以大客厅的总进深为4.93米。刘星家的冰箱为双门，传统双门冰箱深度多集中在50到65厘米，取中间值57.5厘米，可算出正面短墙的宽度。左边是一个隔断墙和2个过道，书架正面的 DVD 宽度多为36厘米以上，算出隔断墙46.24厘米，再根据地砖和门宽得到2个过道和门口短墙的宽度，所以大客厅的总宽度就为7.92米。好家伙，光客厅的面积就超过杰哥家椅子部分的面积了。我们家人都不在家，咱们2人世界。你们2人世界也太大了吧！说到这里，就只剩下了刘星、小雨的卧室和小雪的卧室2间屋子了。刘星的房间很有特点，最里面的墙是斜着的，总体是一个梯形的房间，有海拔宽度可算出房间的数据。小雪的卧室以挂壁式空调为参考，也能算出房间的宽度。这儿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，画面看起来小雪房间好像是倾斜的，且与刘星的房间墙壁相连，但实际的户型图也这样画，2个卧室就会有重叠，向外移动走廊又会过宽。家有儿女电视剧是在摄影棚里搭的房间，可能房间之间没有太严格的位置关系。从实际户型出发，我还是把小雪的房间竖直放置。至此我们算出了所有房间的长宽数据和位置关系，在整体户型图上全部标注出来。民用住宅混凝土墙厚200毫米，把所有的墙壁厚度加进去，最后可得室内面积为171.58平方米，其中大客厅37.10平方米，走廊的区域23.24平米，主卧最大29.20平米。刘星、小雨的卧室第2大，23.50平方米，小雪的卧室推测为18.80平方米，书房面积15.01平方米，再加上卫生间，再加上墙壁的面积，这就是家有儿女家的结构啦。7到11层住宅公摊率一般为10%到20%，我也咨询了曲靖小区类似户型的公摊比例，按18%计算，房子的总面积为209.24平方米。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最后结论啦。由于电视剧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内景，所以这个数是户型化之后计算的结论，咱们的户型图和搭的景也是一一对应的，仅供娱乐，不代表官方数据。到现在我计算过杰哥的房子有多大，刘星他们家有多大，觉得有趣就点个关注呀。网友们知道刘星的家到底有多大吗？要不顶上去，让网友们都看看。